很多老领导在准备，就是等着事儿嘛。为什么中国呢？就等着机会嘛。俄罗斯只要一倒了，中国的机会可能马上就出现了。俄罗斯只要一倒了，中国机会马上出现了，因为这两个国家现在联系的太紧密了，唇亡齿寒。贾老师，俄罗斯崩溃后，韩国统一朝鲜的概率大吗？我个人觉得是很大的，中国要是崩溃了，朝鲜自然就被统一了，因为没法，确实不太有待下去的基础，自己活不下去的国家，靠赞助，靠别人支持，走私。全世界有人跟我说，公开做毒品，卖毒品最多，干走私最多，干军走私、军火走私毒品最多的国家就是朝鲜呀。对啊，朝鲜政府下面专门有这么一个部门呢，就在干这个事情啊，专门干这个事情啊。他就靠这个来挣钱啊。请问张老师，中共内部有对付生化武器的方案吗？看你什么类型的生化武器了。因为中国本身就是生化武器的大国，大家可能不知道，原来有上市公司丰源药业、丰源生物还是叫什么，两家都是国企这一家呢，当年我在做金融的时候，我去参观过他们的企业，进了企业就一进去，大生产基地都是那种类似于啤酒花的味儿、菌的味儿。他们就告诉我们，中国多少啤酒里面那些菌都是生产的。中午吃饭，董事长跟我说，他们的厂子24个小时就能转化为生产细菌武器的工厂。他们生产的细菌武器放在炸弹里，一个炸弹能让半个城市的人全死掉。生化武器，也就是中国能不能防治生化武器我不知道，但是中国一直在研究跟制造生化武器，这是确认的10年前的事了，好吧？翟老去台湾玩，我最近可能都不会去，因为台湾驻英国的办事处、驻伦敦办事处的人都不建议我去。台湾的共党很多，赤匪很多，就是包括这次赖和柯之间的事儿，很多都是中共后面的人传的和搞出来的台湾的媒体，很多媒体的专家都是拿着中共的钱在干着反台湾的事儿就是台湾这个里面他们说太多的就是中共的间谍、探子和相关的人员了。对，所以呢，就是你去了都可能被人家直接迷倒了、绑架了从台湾这引渡回国。台湾什么事都可能发生，所以人家自己驻英国的办事处的台湾驻英国办事处的人不建议我去台湾。所以大家就想想，现在台湾得乱到什么份上，我也不知道。你们自己在台湾的那，当然你们不在上层，可能不明白，在上层的可能应该知道台湾是不是很乱，中共的人特别多。韩国我经常去陈老师，乌克兰重建需要木料原材料，是否有机会做木材生意无知者无畏，你以为做国际上的贸易就这么简单吗？先了解了解做国际贸易的难题吧。你在中国就一个事儿就干不了，就是你如何来把你自己变成一家外贸企业，保证你出去的木材能够收到外汇，你自己看看有没有办法能做到。对，这第一步你就做不到，你后面的就别聊了。就是隔行如隔山，再说一遍，一个事都很复杂的。要这么简单我想做生意就能做了。你们知不知道在外面亚马逊买的东西，在外面亚马逊同样的中国东西比国内很多人贵5到10倍在国外生活的人，有没有在国外生活的人发现亚马逊上同样买的东西，买个笤帚、买个儿童玩具比国内能贵5到10倍？按正常来讲不都是商机吗？贵那么多，很多产品的销售量还有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销量，不是按你说都是商机吗？那为什么你做不了就是因为你把国内的东西运到海外来，放到海外仓，通过亚马逊再去注册公司，注册完了再卖、再销售、再接受监察和管理，再纳了税、再结汇回来，你们不知道这过程有多复杂。所以呢，当你们这么干的时候，你们就发现里面有多少成本了。这些成本一样不落全是你要支付的，你就知道为什么会卖这么贵了如果不然的话呢，亚马逊做生意的人就都赔光了
陈老师讲讲房地产，你让我讲啥房地产呀？不知道该讲啥房地产。你们就记住一个数就行了。根据2020年中国人口普查报告，根据这个看一下2020年之前2000年之前中国没有要求交纳的不交纳的住房公共维护基金的截止到2020年占整体中国住房总数的 35%， 就明白了。什么意思？就是截止到2020年，我再说一遍，从来没交纳过住房公共维修基金的房子，占中国整个建成房子总数的 35%。那哪些城市是这些房子最多，也就是面临到要补钱交钱补的最多的呢？22个试点城市。22个试点城市是按照中国2000年之前没有交纳住房公积金最多比例最大的城市排下来的前22个。大家就知道排名第一的是什么？上海。上海市竟然有 50% 以上的房子是2000年之前建成的。上海更逗的是1949年之前的房子还有总房产的 0.7%。 上海有很多老建筑老房子，中国最早进行城市化的，那北京肯定是前列啊。中国最早进入城市化城镇化的房子就这22个试点城市，因为他们进入城市化早，房子盖的早，都是远超 35% 的房子在2000年之前建的。换句话说，就是都是中国一旦实施养老金制度，立刻就能从这些业主身上收上钱的。所有住房的人必须交钱，因为以前没有公共维修基金呢，所以就你们的房子就不要提拿维修基金修。一旦进入试点，规则定了，明年强制交钱，一家一家的收。所以呢，那大家有机会去看看文件数字就行了。你让我讲房地产，我该讲都讲过了，讲过无数次了。你让我给你讲点新东西，那我就告诉你东西。也就是现在这一次为什么出检查，定期检查养老保险制度22个城市，因为这22个城市恰恰是中国从上到下排列在2000年之前没有交纳公共维修资金占比从上到下的前22个城市，就这22个。也就是换句话说，一旦国家政策出台，能从社会老百姓身上收钱收的最多的城市22个。听明白了吗？有意思吧？就为啥呢？就告诉大家什么都围绕着要钱，什么都围绕老百姓要钱。所以一旦你们交过公共维修基金，交的多的不会把你们做试点，因为你们就不交钱了。但是因为这些城市像上海 50% 以上的房子都是没交公共维修基金的，怎么办呀？都有大量要钱的机会，所以就开始拼命给你们要钱了。当然要交了，自建房是必须交的，听得明白吗？小产权也是一样必须交的。陕北的窑洞我不知道了那你这超过我范围内，陕北的窑洞超过我范围之内的。最近5个通缉犯杀谁了？最近杀人的太多了。那5个人呢，我看了一下，还通缉的他们的地点、地址、老家什么景象全都不一样。我不知道他们杀谁了，我觉得太逗了，而且是同一个案子。我说这个是比较有意思的然后呢，而且有东北的。就最近呢，为什么不讲刑事案件了？你们大家现在看刑事案件是不是太多了？为啥呢？因为都吃不上饭呐。你让老百姓吃不上饭，没有工作做，吃不上饭，社会不乱都见了鬼了。去年年底我跟大家说过，中国最大在今年的问题，最大问题你们看我讲的就是就业。我说所有国家第一项经济指标都是就业率，一定要就业。中国不能保就业，未来社会上出的事就无穷无尽了，戾气会很重。现在就显现出来了，因为保不了就业，失业的人越来越多，没有钱赚的人越来越多。那你说这个景象，大家想想，没有钱的时候，我们小的时候是不是全是群体活动？
对呀，因为那时候生活条件都很一般呀，家里没什么能支持的，买很多书在家里看的人都少，全是群体活动，打不打架？天天打架，天天闹事儿。所以一旦经济条件没有工作让大家做了，又没有让大家有正常的收入的来源，那你想想，无事生非，你肯定就社会就乱了，杀人的事会越来越多的，各种事越来越多的，没有办法制止不了的，真没有办法。科技造假就太多了，你看那个中国自主发明就完了，对吧？能够站到中国自主发明到现在为止能确认的是个 U 盘，你就想想这是多可笑的一个事儿了啊！就没办法，我们的科技都是模仿的。你看你现在在国内自己的系统都是 Linux 底层平台，咱们都知道 Linux 是哪个公司出来的啊？都是 Linux 底层平台，咱们用的芯片啊，你现在用车上的芯片，那其实核心全是进口的，对。所以最后没有办法，中国的因为没有踏踏实实研究的这个环境、人员、钱、政策、导师，就所有都不支持你踏踏实实很多年认真研究一个事情，那你抄袭模仿就是最好的选择了。